全球每天2000万桶原油的通道事实上关闭了。所有人都在问什么时候会重开海峡，停火什么时候会来。但我今天要告诉你，这是错误的问题。即便战争现在结束，即使海峡现在重开，能源危机也不会随之结束。这个时间差可以长达1年以上。这不是我拍脑袋的判断，这背后有一个有100年历史、控制着全球每一艘商船命运的机构，它的运作机制从结构上决定了这件事儿。听我说完接下来的2分钟，你对能源板块的布局逻辑会完全不一样。先把事实摆清楚。第一个事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现在接近于0，这是实时航运追踪数据可以直接看到的物理事实。第二个事实，全球最大的2家航运公司马士基和赫伯罗特现在已经正式暂停了海峡的通行，这是商业决策，不是政治表态。第三个事实，几百艘油轮现在停在海峡内外抛锚等待，这些船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这3件事看新闻的人基本都知道，但有第4件事几乎没有人在讲。为这些船提供保险的机构已经撤销了保险覆盖，这件事才是整个局面真正无法快速逆转的核心原因。为什么一个保险机构的决定能让油价在未来1年都回不去？这要从一个大多数人都从来没听说过的组织说起。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一艘满载原油的超级油轮从波斯湾开出来需要什么？需要船，需要船员，需要燃料，这些你都想到了。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没想到，它必须有保险。没有保险，港口不让你靠岸；没有保险，银行不给你贷款买货；没有保险，船员不跟你出海，因为一旦出事儿，他们的赔偿没有保障。所以保险是一艘商船能够开动的前提条件，缺了它什么都转不起来。那全球的商船保险是谁在做？答案是伦敦的一个组织，叫做国际保赔协会集团，由12家历史悠久的海事保险机构组成。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保赔协会、挪威的 Guard 和 Scott 等。全球超过90%的商船都由这12家机构承保。这不是一家公司，是一套运转了100多年的制度体系。这套体系能正常运转，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风险必须是可以估算的。保险公司的核心工作就是给风险定价，一艘船通过某条航线出事的概率是多少，出了事损失多大，这些算清楚才能决定收多少保费。过去40年，他们面对的是伊朗政府，一个有外交部、有联合国席位的主权国家。就算关系再紧张，主权国家有一个基本逻辑，不会无差别的攻击商船，因为这会触发国际法，会有外交后果，会付出代价。这个假设成立，保险公司就能给风险建模，就能定价，也就能承保了。但现在这个假设消失了，哈梅内伊死了，实际控制海峡的变成分散在各地的战地指挥官，没有统一的指挥链，没有一个可以对话的单一决策者。德黑兰的文官政府说一套，海峡上的军事指挥官做另一套。保险公司的精算师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谁在做决策，你不知道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把一艘巴西船误认为美国船，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某个完全不可预测的原因突然决定要开火。这种情况下，风险是完全无法建模的，你没办法给不知道定价。所以这个组织超过半数的成员机构陆续宣布取消霍尔木兹航线的战争险覆盖。没有保险，船就开不动，这是物理事实，不是市场情绪。那如果局势缓和，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明天宣布商船可以自由通行，保险公司会立刻恢复承保吗？答案会让你意外。很多人的直觉是战争停了，海峡开了，一切就恢复正常了。这个直觉是错的。保险公司恢复承保不是一句声明能解决的事儿，它需要一整条链条，同时逐步的重新建立信任。这条链条有5个环节，缺一不可。保险公司也不会自己扛所有风险，他们会把部分风险再转包给更大的再保险机构，比如慕尼黑再保险、瑞士再保险这类巨头。现在这些再保险巨头也已经撤出了，他们不重新进场，保险公司就没有底气恢复承保。全球主要港口在放船靠岸之前，都会要核验这艘船的保险是否有效。如果港口国不认可这张保单，船就靠不了岸，货卸不了，整个运输就没有意义。船籍社是负责给船舶颁发安全合格证的专业机构，他们负责认证船舶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没有他们的认证，船舶连注册都注册不了。现在他们也在观望，不会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给霍尔木兹航线背书。国际贸易里买油的钱通常不是现付的，而是通过银行的贸易融资来周转。
银行在放款之前会审核这笔交易的保险是否合规有效，如果保单不被认可，融资批不下来，船东根本没有动力出发。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船员有权利拒绝进入他们认为不安全的水域，这叫拒航权，是国际海事法赋予的权利。你可以用保险赔偿货物损失，但你赔不了一条人命。只要局势不稳定，有经验的船员就不会冒这个险。这5个环节，任何一个没有恢复，合规贸易就无法重启。历史上有一个可以对比的案例：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的信贷市场冻结，资金不流通了，银行之间互相不信任，整个金融体系停摆。为了解冻这个市场，美国政府动用了3套工具。先是国会授权了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也就是 TARP， 然后是美联储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再就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出面担保银行债务，让大家相信银行不会倒。3套工具同时上，密集干预了整整好几个月，信贷市场才慢慢恢复运转。现在的海事保险市场没有任何类似规模的干预机制救危，没有海事版的 TARP， 没有哪个国际机构有权利强制保险公司重新承保，也没有一套快速重建信任的制度框架。这意味着什么？参考历史上类似的航运保险市场断裂案例，业内的判断是，这条链条的恢复至少需要数月，很有可能超过1年。所以能源危机的时间轴比绝大多数人预期的要长得多。那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吗？上周财政部长亲自出手打了2张牌，结果油价反而涨了。市场为什么会这样反应？3月6日，财长贝森特在同一天打了2张牌。第一张牌是给印度的炼油厂发放30天的临时许可证，允许他们购买原本受制裁的俄罗斯石油。逻辑是，既然中东的油出不来，那就让其他地方的油顶上去，增加市场供给，压低油价。第二张牌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200亿美元的再保险计划，专门用来覆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逻辑是，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不敢承保，那就让政府来兜底，让船重新开起来。为什么政府出手，油价反而涨了？因为市场看懂了这2张牌的规模根本不够。先说第一张牌，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即使完全解除制裁，短期内能增加的产量也就是几十万桶每天的量级。霍尔木兹封锁造成的缺口是多少？2000万桶每天，几十万桶对2000万桶，连零头都填不上。而且这个许可证只有30天，只针对已经在海上的船，而且只给印度一个国家，这不是解决方案，这是临时打补丁。再说第二张牌，200亿美元的再保险计划，听起来是个大数字，但算一算，一艘超级油轮的船体价值就得1-2亿美元，再加上船上装载的原油，一艘船的风险敞口就是2-3亿美元。200亿美元在滚动基础上也就覆盖几十艘船。而霍尔木兹正常情况下每天要通过几十到上百艘船，额度根本不够。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个政府保单伦敦保赔协会不认，港口国也不认，银行的合规审查也过不了。100年来国际航运的保险体系是建立在这12家机构互相认可的基础上的，不是随便一个政府项目能替代的。而且还有一个极其讽刺的细节，这个再保险计划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来协调的，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是在轰炸伊朗的那支军队。所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怎么看待一艘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协调通行的油轮？他会把这艘船当成普通商船还是军事目标？市场在这2张牌上读到了一个信号，那就是黔驴技穷。当政府动用了这个级别的工具，油价连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继续涨，说明问题的量级已经远远超出了政策工具箱的能力范围。做多的人看到这一幕，不是觉得该小心了，而是觉得方向更确定了。但石油有一个黄金没有的特征，让它的多头最终会被自己打败，这是整个故事最重要的结局，也是你布局的时间窗口。黄金涨到5000美元，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你不买黄金，你感受不到它，它只是财富在不同人之间的重新分配。而石油不一样，油价涨到150美元、200美元，会直接打进每一个人的生活。美国加油站的油价直接飙升，开车上班的成本大幅上升，航空公司的燃油成本爆炸，大面积亏损，开始削减航线，机票价格也会飙升。而化肥的主要原料是天然气，能源价格上去，化肥涨价，粮食也会跟着涨，运输的成本会渗透进每一个供应链的环节，你买的每一件东西价格都在涨。短期内人们没有办法因为油价涨了就不上班、不运货、不开暖气，需求是刚性的。但当一高油价持续几个月，企业开始减产，消费者的信心开始崩塌，经济从减速滑向衰退，
历史上，油价冲击引发的衰退传导时间大约是6到18个月。1973年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到1974年底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用了大约12个月。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到了1980年衰退确认，用了大约8个月。当衰退真正到来，企业大规模裁员，工厂停产，全球石油需求会快速的萎缩，而需求的崩塌的速度会快过供给缺口填补的速度。那个时候，投机的资本会快速撤离，而油价会从峰值暴跌。这就是石油作为投资标的和黄金的最根本区别。石油多头的终极对手不是空头，而是它自己造成的经济后果。这是大宗商品里唯一一个会自己摧毁自己上涨基础的品种。好，总结一下，霍尔木兹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地缘政治事件，它在结构上造成了一个保险市场的断裂，而这个断裂的修复不取决于任何的政治声明，不取决于任何的停火协议，而取决于一套100年制度体系的逐步重建。这个过程以历史的经验来看，需要数月到1年以上。在这个窗口时间内，我的判断是，能源危机的持续时间会超过绝大多数人的预期。有人可能会问，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吗？发生过。两伊战争期间的油轮战争，波斯湾的战争险保费一度飙升到正常水平的数十倍。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相关水域的保险也出现过类似的撤出和重新定价。但在那些时候，保险公司撤出后，很快就重新以高价承保回来，因为风险虽然高，但还是可以建模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这次霍尔木兹的问题是决策者变成了去中心化的战地指挥官，风险从高但是可以定价变成了根本无法建模，这是性质上的区别。2024年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线的时候，保险公司也撤出过，但那次船可以绕道好望角，多走2周，贵是贵，还能走。而霍尔木兹没有替代的航线，波斯湾里的石油只有这一个出口，绕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保险撤出，红海的影响是运费涨，而霍尔木兹的影响是根本出不来。最关键的是，这次的撤出的范围和速度是历史上最大的，从冲突升级到超过半数的国际保赔协会成员宣布撤出，只用了不到1周的时间。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受益的方向有能源板块的整体、国防军工、核电和替代能源。这部分的上涨逻辑在保险市场恢复之前都没有结束。而需要谨慎的方向是航空公司高度依赖化工原料的制造业以及对油价敏感的消费零售板块。只有一个信号会让我改变这个判断，那就是保赔协会宣布恢复对霍尔木兹航线的战争险承保。不是哪个组织发表声明，不是停火协议的签署，也不是哪位领导人说局势缓和了，我们胜利了，而是保险公司重新愿意给这条航线定价的那一天，才是真正的转折点。如果你现在在等停火消息来做交易，你等的是一个错误的信号。再次感谢大家来到 Inside Frontier。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用，请不要吝惜点赞、评论和转发，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们下期见。